1960年5月22日，南半球的智利海岸，一场规模 9.5 的超级地震撕开了太平洋的东岸。那一刻，地表开始剧烈摇晃，整整11分钟，整整600多秒没有停下来。你能想象吗？广岛原子弹当量约 1.5 万吨黄色炸药，而这一场智利大地震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 2.7 万颗广岛原子弹在同一时间引爆。这不是比喻，而是物理学家精密计算后得出的真实数据。更可怕的是，这场地震释放出的能量已经逼近地球单次地震所能释放的物理上限。换句话说，这是地球能释放出的最强震动。美国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的地球物理学家理查德·格罗斯透过电脑模型评估，这场地震竟然让地球一天的时间缩短了 1.26 微秒，地轴也发生了轻微偏移。一场地震居然能撼动整颗星球的自转，这已经不是普通灾难，而是行星级别的事件。很多人对地震规模没有概念，觉得规模8和规模9不过是相差一级的事情，但事实上，地震规模是用对数计算的，每增加一级，能量就会增加大约32倍。也就是说，规模9的地震能量是规模8的32倍，而规模 9.5 的能量则是规模9的近6倍。如果把规模6的地震当作一颗中型炸弹，那么规模7就是一颗飞弹，规模8是一枚战术核弹，规模9则是一个小型核武库，而规模 9.5 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核武器在同一时刻全部引爆，再乘以一个夸张的倍数。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正是这样一场行星级的能量释放。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认为这场地震所释放的能量已经接近地球单次地震所能释放能量数值的上限。要产生比这更大的地震，理论上需要一条更长的断层，但地球上没有那么长的单一连续断层存在，所以 9.5 几乎就是地壳能给我们的最强一拳。可是这样一场百年难遇的超级灾难，为什么能在短短一天内从南美洲一路屠城到日本、夏威夷、菲律宾、纽西兰、澳洲，甚至北上波及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那条看不见的死亡之墙究竟是怎样以每小时750公里的速度横扫整个太平洋的？为什么夏威夷希洛这座小城会在毫无防备下被瞬间吞噬？为什么远在 1.7 万公里之外的日本会在22小时后突然遭遇高达8公尺的巨浪？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科学家最近警告，这样的超级地震并不是百年一遇的孤儿事件，而是有周期性的循环。下一场可能就在你我有生之年抵达。故事的开端要从1960年5月21日的清晨说起。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星期六，智利南部的阿劳科省，海风带着一丝咸味从太平洋吹来。当地时间清晨6点02分，大地忽然震颤起来，规模 8.1 的地震毫无预警地袭击了智利南部。注意，这个数字非常惊人，规模 8.1 已经是极具破坏力的大地震，放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被当作世纪灾难来处理。可是在智利，这样的地震一年到头都会来几次，当地人早已见怪不怪。更糟糕的是，这场前震虽然没有造成大规模伤亡，却意外损毁了智利南部的通讯系统，整个南部地区与首都圣地牙哥失去联络。当时的智利总统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本来计划主持那一天的伊基克战役纪念日庆典，听到南部地震的消息后，他不得不取消庆典，连夜安排救援。可是因为总统觉得这只是常规地震，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只是序幕，真正的怪兽还在海底沉睡。第二天，也就是5月22日的上午，又是2波前震分别摇晃了智利南部。上午6点32分一场规模 7.1 的地震，下午2点55分一场规模 7.8 的地震。注意，这两个数字单独拿出来都是足以让整座城市瘫痪的程度，可它们却只是真正主震到来前的暖场。下午2点55分的那场震动之后，整个智利中南部进入了诡异的死寂，鸟群停止鸣叫，海水开始异常退潮，海边的渔民甚至看到海底裸露出来，露出黑色淤泥和不断挣扎的鱼虾。事实上，在地震发生的前几天，当地就已经出现了极为反常的自然现象，大量鸟类和啮齿动物开始大规模迁徙，向内陆高地逃窜。有些渔夫发现海浪的节奏与往常完全不同，海面下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酝酿。
可是这些征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觉，因为智利地处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的碰撞前沿，地震频发本来就是日常，谁也没想到这次不一样。下午3点11分，主震终于来了。在智利中部瓦尔迪维亚附近的太平洋海底，纳斯卡板块以惊人的速度向南美板块下方俯冲，一条长达1000公里、宽150公里的巨大断层被瞬间撕开，板块两侧的岩盘发生了高达20到30公尺的错动。要知道，地球上一般大型地震的板块滑移大约只有几公尺，而智利这一次是20到30公尺，这已经完全突破了常识。几个世纪以来积累的构造能量，在短短11分钟内全部释放。当地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说，主震开始的时候，他正在街上行走，忽然发现自己脚下的柏油路像液体一样开始流动，地面上隆起一个个1公尺高的波浪。他眼睁睁看着远处的山头整片地崩落下来，扬起遮天蔽日的灰尘。地震引起的低频轰鸣声从地心深处传出来，那种声音不像是任何人能模仿的，它让所有狗一夜之间发狂乱吠，马匹挣脱绳索狂奔，鸟群在天空中盘旋不下，因为连天空都在摇晃。整整11分钟，整整600多秒，这片土地上所有活着的生命都以为自己即将死去。整个智利大地都在摇晃。瓦尔迪维亚这座由德国移民建立、拥有近100年历史的古老海港城市，在主震到来的瞬间就崩溃了，一半以上的房屋立刻倒塌，街道上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沟壑，西班牙殖民时期保留下来的教堂、市政厅、火车站全部变成废墟。地震波传到首都圣地牙哥，700公里之外的人们也能清楚感受到大地的摇晃，吊灯剧烈晃动，柜子里的瓷器全部摔碎。震波席卷了整个智利，超过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严重影响，相当于11个台湾的面积。不仅仅是建筑物，地震本身就改变了地形。瓦尔迪维亚河沿岸的土地在地震之后整体下沉了将近2公尺，原本的河岸线完全消失，海水顺着河道倒灌进来，把原本的农田变成了沼泽。山区里整座的山头崩塌进山谷，一些湖泊被山崩堵塞，形成新的堰塞湖，另一些湖泊则被震到分裂或干涸。这场地震不只摧毁了一座城市，它直接改写了智利南部的地图，沿岸的村庄像被神之手抹去一样彻底消失。一个叫托尔滕的小渔村在这场地震中从地图上被完全删除，没有任何建筑物残留。一条叫卡内罗梅勒号的船只当时正航行在瓦尔迪维亚河口，在地震引发的巨浪面前，它被推进内陆足足 1.5 公里，然后沉入河底。整个智利在这11分钟里回到了石器时代，城里的电力系统、供水系统、通讯系统全部瘫痪。受灾区域长达1350公里的南北海岸线上，共计37个震央被观测到。从5月21日到6月6日，连续发生了200多次余震，其中规模7以上的就有10次，规模8以上的有3次。可是地震只是这场屠城的开幕，真正的死神这个时候才从深海中缓缓抬起头来。当断层撕开的那一刻，海床发生了垂直方向的剧烈位移，数百立方公里的海水被瞬间抬起，形成了一道无声的巨大水波。它不像我们想象中那种高耸的滔天巨浪，在深海中它只有1-2公尺高，可是它的速度却达到惊人的每小时750公里。这个速度相当于一架喷射客机的巡航速度。要理解海啸的恐怖，必须先理解它与普通海浪的区别。普通海浪由风推动，能量只存在于海面附近，水深超过1-2公尺就感觉不到了。而海啸则完全不同，它是海床本身上下垂直移动所制造出来的水柱位移，整个海洋从表面到底部都在运动。一道1公尺高的普通海浪，能量远远不及一道同样高度的海啸波。当海啸接近陆地时，因为海底开始变浅，前方的水体被挤压，原本1-2公尺的浪高会被瞬间放大到几公尺甚至几十公尺。这就是海啸登陆时那种堪比圣经灾难的恐怖景象的科学原理。智利沿岸的渔民这时才惊觉不对劲，先是海水诡异的大幅退潮，
露出宽达数百公尺的海底，然后远处的海平面开始隆起，一道几公尺高的白色水墙在地平线上出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扑向海岸。第一波海啸在地震结束后不到30分钟就抵达智利海岸，浪高高达25公尺，相当于8层楼那么高。瓦尔迪维亚、康塞普西翁、蒙特港、安库德、卡斯特罗这些海港城市无一幸免，数万栋房屋瞬间被冲毁，沿海码头、渔船、仓库、汽车、桥梁被海水一扫而空。最惨的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完整的海啸预警系统，许多刚从地震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根本不知道海啸即将到来，反而从废墟中跑到海边去查看亲人和财产。他们无一例外全部被吞没在25公尺高的水墙之下。智利政府当时也低估了海啸的威胁，竟然还呼吁沿海居民不要恐慌。结果在一些较偏僻的沿海渔村小镇，数百人在毫无防备下被巨浪卷走。但这只是地狱的开始。当智利沿岸还在被海啸反复冲刷的时候，那道由地震制造出来的巨大水波已经以每小时750公里的速度向太平洋深处狂奔而去。它的目标是夏威夷，是日本，是菲律宾，是纽西兰，是澳洲，是整个太平洋沿岸的每一个有人居住的角落。请你想象这个画面，太平洋，地球上最大的海洋，面积 1.65亿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地球表面积的1/3。在这片广阔的令人窒息的水域上，一道看不见的死亡之墙正以每小时750公里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它的波长极长，从波峰到波峰之间距离超过数百公里，在深海中根本看不出它的存在。可一旦它接近浅水区，那道埋伏在深海中的能量就会猛然抬升，变成几公尺甚至几十公尺高的滔天巨浪，把任何挡在它前面的东西全部吞噬。第一个遭殃的是复活节岛。地震发生后大约15个小时，太平洋中部的复活节岛就感受到了海水异常的涌动。但因为这个小岛四面环海，地形复杂，海啸的能量在环岛时被部分分散，所以岛上的摩艾石像勉强逃过了一劫。但同样是地震发生后大约15个小时，一场真正的浩劫在距离智利10500公里之外的夏威夷拉开帷幕。那一天的夏威夷大岛希洛市，气候温暖宜人，太阳刚刚从太平洋上升起。希洛这座小城坐落在一个半圆形的海湾里，是夏威夷大岛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地形上，希洛湾的开口正好朝向南美洲方向，这在平常是个美丽的特征。远航的船只从太平洋深处驶来，可以看到希洛迎接他们。但在这一天，这个朝向南美洲的开口变成了一道死亡的入口。当地时间5月23日凌晨，第一波海啸抵达希洛湾，浪高大约4公尺，市区的警报已经响起。可是因为4公尺的浪在太平洋的历史上并不算特别夸张，许多居民在第一波过去之后，竟然好奇地走到海边去查看，甚至开车去看热闹。他们不知道，因为智利海啸的波长极长，第一波过去之后1个多小时，更大的后续波才开始袭来。凌晨1点过后，希洛湾的海平面开始急速下降，海底裸露鱼群在淤泥里蹦跳。然后第2、第3波巨浪以毁灭性的姿态扑向小城，最高浪高竟达到 10.5 公尺。第2波巨浪袭来的时候，希洛市区的人们才意识到大事不好，可是已经没有任何逃生时间。整个市中心瞬间被海水淹没，木造房屋像玩具一样被冲得4分5裂，混凝土建筑也被连根拔起。1600所房屋在这一夜被彻底摧毁，停泊在港口的船只被甩到岸上几百公尺远，巨大的铁锚被海水掀起来当作飞行武器，撞碎一切挡在前面的东西。最终，希洛这场海啸造成了61人死亡，43人受伤，经济损失高达2350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希洛这座城市其实早在1946年就已经遭受过一次毁灭性的海啸袭击，那一次是阿留申群岛的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希洛170多人死亡。灾后夏威夷当局曾经痛定思痛，建立了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所以这一次智利地震一发生，警报是确实有响起的。但问题是，当时的预警系统不够精确，居民也低估了第2波后续海啸的破坏力，许多人在第1波过后就放松了警戒，
跑出来查看灾情，结果被第二波10公尺高的巨浪当场卷走。这个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海啸的第一波从来不是最大的一波，往往要等到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之后，最大的那一波才会抵达。可这还只是太平洋这场死亡长征的中途站，海啸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向西飞驰，下一个目标是日本。当希洛还在哀悼亡者的时候，那道致命的水波已经越过国际换日线，全速冲向亚洲。地震发生大约22个小时之后，海啸抵达日本东岸。这时候的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大难临头。要知道，当时日本国内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智利的海啸警报，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完整的太平洋海啸预警网络。智利政府在地震发生后也没有对外发出全球警告，所以从南美洲到亚洲整整 1.7 万公里的海面，这场海啸是悄无声息地杀过来的。对日本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一场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地震会威胁到自己的海岸。本州、北海道、东北、4国甚至9州沿岸都被这场越洋而来的海啸重创。在3路沿岸，浪高达到6到8公尺，数千栋房屋被冲毁，沿岸的渔港、码头、仓库、渔船几乎全军覆没，有些地方的海水甚至倒灌进内陆几公里之深，把农田、学校、医院全部淹没。最终，日本死亡人数达到140人左右，但有的资料说数百人，房屋冲毁近4000栋，沉没船只超过100艘，总计约15万日本人因此无家可归，2万多亩良田被海水淹没。最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日本沿岸的居民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地震，毕竟震源在地球另一边 1.7 万公里之外，地震波根本传不到日本。所以当海水忽然开始异常退潮的时候，许多渔民甚至高兴地跑到裸露的海底去捡鱼虾。这些人后来几乎全部罹难。岩手县大船渡世，当天的场景特别惨烈。当地一个小渔村，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到海边去捡鱼。海啸袭来时，整个村子几乎没有一个壮年男子幸存。北海道的串路港，停泊在港口里的数十艘渔船被巨浪掀翻撞击，残骸像积木一样堆在岸边。这次跨洋海啸给日本带来的痛苦，彻底改变了日本人对海啸的认知。从此以后，日本开始投入巨资建设全球最先进的海啸预警系统，沿海建造高达10公尺的混凝土防波堤，并在每一个沿海聚落都组织定期的海啸避难演习。但即使做到了这个程度，日本人也没能在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完全挡住海啸的破坏。毕竟那一次最高海啸高度达到 37.9 公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智利这次海啸等于是日本防灾史上最重要的一堂课，付出的代价是好几百条人命。日本人此后痛定思痛，开始建立全球最先进的海啸预警系统，并在沿海安装了大量的海啸观测点。但是这份代价太过惨重。当地的渔夫看着被掀翻的渔船说，一辈子都没见过这种怪事。明明地震发生在地球另一边，怎么会把我们的家给冲走？这就是海啸这种怪物最可怕的地方。它跨越大洋，越过国界，无视任何国家的边境线，把死亡平等地送到每一个太平洋沿岸的城镇。几乎在同一时刻，海啸也扑向了菲律宾群岛。菲律宾的东部沿海地区受到严重冲击，多个渔村被冲毁，数十人在海啸中丧生。再往南，澳洲东南部的海岸线也测到了显著的海啸波。虽然因为地形缓冲，澳洲的伤亡相对较小，但码头和小型船只仍然受到不少破坏。纽西兰，这个与智利隔着南太平洋遥遥相望的岛国，也同样感受到了巨浪的怒吼。虽然奥克兰和威灵顿的灾情并不严重，但部分沿海渔村的木造码头被海浪整片地拆掉。更远的地方，海啸波还抵达了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斐济群岛、所罗门群岛，甚至远到俄罗斯远东的堪察加半岛也测到了异常潮位。在距离震央大约1万公里的地方，海啸波高仍然能达到 10.7 公尺。这个数据彻底改变了人类对海啸破坏力的认知。原来海啸不像普通海浪那样会随着距离衰减，它能跨越整个大洋，把死亡平等地送到每一个沿岸国家。从这一刻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才真正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海啸预警系统，
才能保护太平洋沿岸数十亿人的生命。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这个位于北太平洋最北端的群岛也没能幸免。那里的渔民正在准备出海，突然发现潮位异常上升，几分钟后，一道2到3公尺高的海浪就拍打在岸边。虽然当地居民稀少，伤亡有限，但这个事件再一次证明，这场海啸真的横扫了整个太平洋，没有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能够完全置身事外。当然，我们台湾这边也没有逃过。台湾时间5月24日上午7点，位于北台湾的基隆市观测到潮汐高出海平面达 1.9 公尺。当局当时推算，智利海啸可能在当天上午11点之后抵达基隆港。早上10点，基隆港务局收到来自美军的海啸即将抵达的通知，立刻通知全市。港务局、警察局采取了预防措施，居民纷纷往高处走避。海啸过后，基隆田寮港运河上的上志桥因为海潮上涨被全部冲失，自由桥和崇仁桥也被冲坏。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因为有外围岛屿的保护，没有遭到较大的破坏，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回到智利，当地震和海啸的双重打击终于停下来的时候，这个南美洲狭长国家已经满目疮痍，整个智利南部基本上被夷为平地，瓦尔迪维亚、康塞普西翁、蒙特港这些大城市几乎都被震成废墟。据官方统计，这场世纪灾难共造成至少2000人死亡，有一说是6000多人，200万人无家可归，国家经济损失达到 5.5 亿美元，相当于当时智利国民生产总值的近一半。可是地震和海啸还只是这场连锁灾难的2个环节，重大自然灾害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其他灾害现象，形成自然灾害链。智利大地震之后，这条锁链才真正开始连环反应。在地震发生期间以及之后的1个多月内，安第斯山区的6座原本已经沉睡的死火山竟然重新喷发，3座新的火山从地下挤了出来。这些火山一路喷发出灼热的岩浆和滚滚浓烟，形成一条长达 5.5 公里的恐怖地带。喷发一直持续到那一年的7月22日才结束。安第斯山的天空被火山灰染成血红色，当地居民形容那就像世界末日的景象。让我们重新理解一下这场灾难的尺度。地震本身改变了地球的自转速度，让一天的长度缩短了 1.26 微秒。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小，但要知道，地球每天大约是86400秒 1.26 微秒相当于8641/1，能够对一颗直径 1.27 万公里、质量近600万亿公吨的星球的自转产生可测量的影响。这种能量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武器所能达到的范畴，把全球所有国家所有核武器的当量加起来，大约是2000兆吨黄色炸药当量。而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释放的能量大约是4500兆吨当量，相当于全球核武库总当量的2倍多。这种能量级别已经不是地球上任何人造武器能比拟的。如果说原子弹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破坏神，那么超级地震就是地球自己创造出来的破坏神。更恐怖的是，这场地震还改变了地球的地轴。理查德·格罗斯博士的研究指出，最新地轴移动可能正是源于1960年智利 9.5 级大地震产生的压力积聚。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所在的这颗地球依然在被那一刻的能量释放所影响。当你抬头看着北极星的时候，它的位置与1960年5月21日之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微小但可测量的偏移，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场地震。不仅如此，地震还引发了大规模的山崩和湖啸。智利南部地形多山，许多山体在剧烈摇晃下整片滑落，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最有名的就是雷尼维湖的溃决事件。地震引发的山崩堵塞了湖水的出口，水位开始急速上升。当地工程师担心一旦堰塞湖崩溃，下游城镇会被淹没，于是组织人手日夜抢险，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才慢慢把湖水导流出去，避免了第2轮的水灾悲剧。智利当时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整个救灾体系完全没有应对这种百年灾难的能力。许多重灾区的讯息传到首都圣地牙哥的时候，已经是地震发生后第3天。最先赶到灾区的不是政府救援队，而是当地的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他们在废墟之间搭起临时帐篷，分发食物和饮用水，
为受伤的人包扎伤口，为死者做最后的祷告。国际社会的援助来得很慢，当时冷战格局正紧，美国和苏联都把注意力放在更大的地缘政治上。联邦德国最先送来1000万马克的财政援助，其中一半给智利政府，另一半给德意智利人相关的俱乐部和文化组织。阿根廷、瑞典、美国随后也提供了援助，但这些援助对于受灾规模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灾后重建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瓦尔迪维亚才慢慢恢复元气，但有些被海啸抹除的小渔村就再也没有人回来重建了。然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是，这样一场震惊全球的超级地震并不是史上唯一的 9.5 级事件。考古学家近年的研究发现，早在大约3800年前，就有一场规模几乎一模一样的 9.5 级超级地震发生在智利北部。这场古代地震引发的海啸比1960年的更加恐怖。2022年4月，美国科学进展杂志刊载了一份重磅研究，由智利、英国等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宣布，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地震之一的证据。在智利海拔非常高的内陆深处，考古学家们挖出了大量海洋沉积物、海贝、海螺、海藻的痕迹，散布在距离海岸线数十公里的山地里。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地质学家詹姆斯·戈夫说，把他们带到那里的绝不可能是一场普通的暴风雨。更令人震惊的是，研究团队还在纽西兰的查塔姆岛上发现了一块汽车大小的巨石，这块巨石被冲入距离海岸线约1公里的内陆深处。要知道，查塔姆岛距离智利北部足足8000公里，这意味着当年那场古代海啸横跨了整个南太平洋，并且在抵达纽西兰时仍然有足够的能量把汽车大小的巨石推进内陆。研究团队借助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等技术，推断出这些巨石和沉积物都是在大约3800年前被冲到内陆的。要产生这种规模的海啸，需要规模 9.5 的超级地震。考古学家还在智利北部海岸的海啸沉积物下挖掘出了人类建造的古代石头结构，这些石头结构面朝大海，显示它们是被海啸回流的力量推倒的。也就是说，这场古代海啸不仅摧毁了沿海城镇，还把当地居民完全驱离。研究估计，这场海啸掀起的海浪高达15到20公尺，受灾海岸线长达1000英里。证据显示，之后长达1000多年的时间里，这片地区都没有任何人居住。1000年啊，整整40代人，没有任何一个人类部落敢于在这片被诅咒的海岸线上建立家园。这项发现解释了一个之前考古学界的谜团。在阿塔卡马沙漠沿岸，研究人员发现了2种不同的史前文化，但这2种文化之间有一个整整1000多年的空白期，没有任何遗迹。大家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片肥沃的沿海地区会出现如此长的人类空窗期。原来是被一场规模 9.5 的超级海啸给彻底洗刷干净了。研究团队揭示，距今大约5700到4000年前，一些居民住在当今智利的沿岸区域，背靠着阿塔卡马沙漠。他们用大量的贝壳在沙滩上铺垫起深达2公尺、占地大约6平方公里的地基，并在上面建造石头屋子作为居所。他们以海洋为生，发展出独特的渔猎文化。那时的太平洋海岸线上，这些海边居民生活得相当富足。可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某一天，当纳斯卡板块和南美板块在他们脚下的太平洋深处猛然错动，这个延续了将近2000年的海洋文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完全抹除。考古学家发现，这些古人的石屋全部面朝大海，被回退的海啸反向推倒，这也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逃跑的时间。整个族群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直到1000多年之后，新的人类部落才慢慢回到这片海岸线，重新开始生活。更可怕的是，研究人员在纽西兰查塔姆岛上发现的并不只有一块巨石，整个查塔姆岛上，他们找到了数十块被海啸推进内陆的大石头，其中最大的有汽车那么大。能把这样的巨石从海边推到1公里之外的内陆高地，需要至少20公尺以上的海啸波高，并且海啸必须拥有极为持久的能量。换算下来，这场古代海啸横跨整个南太平洋8000公里的距离后，抵达纽西兰时的浪高竟然还能达到20公尺左右。
如果同样强度的海啸今天再次发生，纽西兰的奥克兰、威灵顿、基督城这些沿海城市可能会在几小时之内被海水从地图上抹除。那么问题来了，智利的这条断层过去3800年前发生过一次 9.5，1960年又发生过一次 9.5， 请问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地震学界普遍认为，超级地震的发生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纳斯卡板块正在以每年80毫米的速度向南美板块下方俯冲，能量正在不断累积。当累积到某个临界点，下一场 9.5 就会以同样毁灭性的姿态降临。而且整个环太平洋火环带上，类似这样的隐没带并不只有智利一条。在地球另一边，加拿大温哥华岛到美国加州北部之间，有一条叫做卡斯卡迪亚隐没带的恐怖断层，它能够产生规模9以上的超级地震，掀起高达30公尺的海啸。上一次卡斯卡迪亚大地震发生在1700年1月26日的深夜，估计振幅达规模 8.7 到 9.2， 使奥勒冈州海岸的陆地下沉2公尺，并滑动了20公尺远。这场地震掀起的海啸横渡了整个太平洋，远在日本东岸都观测到了高达9公尺的无震兆海啸。日本史书称之为孤儿海啸。孤儿海啸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当时的日本人完全没有感觉到地震，可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东岸沿海数百个渔村被巨浪袭击，数千人丧生。日本人翻遍历史记录都找不到母亲，也就是这场海啸的源头地震在哪里，所以才把它称为孤儿海啸，意思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海啸。直到20世纪末期，美国地质学家透过比对北美西岸地层中的海啸沉积物与日本江户时代的历史文献，才终于拼凑出真相。原来那场无声的巨浪源头在地球另一边的卡斯卡迪亚，跨越整个太平洋1万公里，无声无息地杀到了日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啸没有国界，没有护照，没有签证，它只认海洋。根据华盛顿大学地质研究教授布莱恩·富兰克林、阿特沃特钻探俄勒冈州海岸潮间带的泥层，发现卡斯卡迪亚俯冲带过去发生大地震的年代分别为公元前950年、公元前550年、公元400年、公元700年和1700年。这几个地震的间隔分别为400年、950年、300年、1000年。根据地质界的计算，卡斯卡迪亚大地震的频率平均应为300到500年，也就是说，从1700年至今已经过了320多年，我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下一场大地震可能爆发的活动期。更可怕的是，地质学家在过去10几年的研究中发现，卡斯卡迪亚断层目前已经处于高度应力累积的状态。利用卫星定位技术测量太平洋西北部的陆地形变，可以看到温哥华岛、西雅图、波特兰沿线的陆地正在被太平洋板块一点一点地往内陆推。当这条断层终于忍不住的时候，整条断层会在几分钟内反弹回原位，引发一场震撼整个北美西岸的大地震。届时，西雅图、波特兰、温哥华这些北美西岸的大城市都将遭到史无前例的冲击。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甚至有人形容，那将会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奥勒冈州地震安全政策咨询委员会的最新研究发现，一旦卡斯卡迪亚发生规模9以上的超级地震，美国西北部临海地区预计会有超过1万人死亡，沿海城镇的学校、建筑物、桥梁都将倒塌，并造成高达3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还只是美国本土的损失，越洋而来的海啸会再一次击打太平洋对岸的日本、夏威夷、台湾、菲律宾，而日本人现在最担心的是离他们近在咫尺的南海海槽。南海海槽位于日本静冈县到南九州海域的太平洋沿岸，是菲律宾海板块与欧亚板块的交界带。历史上大约每90到150年发生一次规模8以上的大地震，最近一次是1944年的东南海地震和1946年的南海地震。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在最新评估中指出，未来30年内南海海槽发生规模8到9大地震的几率高达 75% 到 82%。2025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南海海槽特大地震的最新伤害预测。一旦这场规模9的超级地震爆发，
最坏情境下死亡人数可能达到 29.8 万人，其中约 21.5 万人会死于海啸， 7.3 万人死于建筑倒塌，另有8700人死于火灾，经济损失预估高达292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家预算的 2.5 倍。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四国高知县土佐清水市可能会被高达34公尺的海啸打击，34公尺相当于11层楼那么高，整座沿海小城会在几分钟内被完全抹除。中国学者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南海海槽若发生规模 9.1 的特大地震，海啸波会在6到11小时后影响中国华东沿海地区，到达华东地区海岸线的海啸波最高可达3公尺，具有一定的破坏力。台湾这边距离南海海槽更近，海啸抵达的时间会更短，影响也会更直接，这是台湾未来防灾必须面对的真实风险。事实上，台湾本身就坐落在欧亚板块与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前沿，每年板块间的位移量惊人。虽然台湾周边海域近年没有发生过规模9以上的超级地震，但历史上1782年台湾海峡曾经发生过疑似海啸事件，记载中沿海居民被冲走数千人，再加上琉球海沟、马尼拉海沟这些离台湾不远的隐没带都有产生大型海啸的潜力。如果某一天马尼拉海沟忽然爆发规模 8.5 以上的地震，海啸可能在2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就抵达台湾西南海岸，届时高雄、台南、嘉义这些西部沿海城市可能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中央气象署这几年也加强了海啸预警系统的建设，但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最后一道防线永远是民众自己的警觉心和逃生意识。回看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它给世人留下了一份血淋淋的教训清单。第一条，环太平洋火环带上的任何一条俯冲带断层都有可能在任何一个瞬间爆发出超级地震。第二条，超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是真正意义上的越洋杀手，它可以在1天之内横扫整个太平洋。第三条，超级地震和海啸往往不会孤立发生，而是会引发火山喷发、山崩、堰塞湖等一系列的连锁灾害。第四条，海啸的第一波往往不是最大的一波，所以即使第一波过去，也绝对不能放松警惕。智利大地震之后，全球科学家开始建立太平洋海啸预警系统。如今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可以在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内就向所有沿岸国家发出警报，给予居民几个小时到10几个小时的逃生时间。日本、美国、智利、纽西兰、澳洲、菲律宾、印尼等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级海啸预警网络。可是这些系统能不能真的挡住下一场 9.5 级的超级地震？没有人敢给出绝对的答案。事实上，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东北大地震已经给了我们一次预演。那场规模 9.0 的大地震引发了最高 37.9 公尺的海啸，造成至少13900多人死亡，13000多人失踪， 29.6万多栋房屋被毁，福岛核电厂氢气爆炸，辐射外泄。即使日本拥有全球最先进的海啸预警系统，最坚固的防波堤，最完善的防灾教育，这场灾难依然夺走了将近2万条生命。如果下一场是规模 9.5， 比 9.0 的能量强上5倍以上，后果不堪设想。而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大海啸更是另一个让世界震惊的例子。那一次，印尼苏门答腊外海发生规模 9.1 的超级地震，引发的海啸横扫整个印度洋。因为印度洋当时没有像太平洋那样的海啸预警系统，许多沿海国家的民众根本没有收到任何警告。海啸抵达印尼亚奇省的时候，浪高达到惊人的51公尺，相当于17层楼那么高。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印度、马尔地夫的沿海地区全部变成废墟，总计超过30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许多遗体甚至漂流到非洲东岸，被当作最后的祭品归还大海。这2场世纪大海啸再加上1960年的智利大海啸，组成了人类近100年来最重要的3次跨洋海啸灾难。它们向我们发出同一个讯息：当超级地震发生在环太平洋火环带或者环印度洋俯冲带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沿岸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而且最关键的是，
这3场灾难的震央并没有任何一个是当时科学界认为最高风险的地区，也就是说，下一场世纪超级地震可能会发生在我们今天认为相对安全的某个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是地球给人类的一封警告信。它告诉我们，无论你住在太平洋的哪一个角落，无论你的国家科技多么先进，无论你的城市多么繁华，在地球深处那条沉睡的板块面前，人类依然是渺小的。当纳斯卡板块、太平洋板块、菲律宾板块、北美板块、欧亚板块这些庞然大物开始翻身的时候，整个太平洋沿岸的数十亿人类都只能成为见证者。可是我们真的能做的并不只是恐惧。从智利大地震到日本311，再到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每一场灾难都在推动人类灾防科技的进步。海啸预警系统、地震监测网、深海感测浮标、卫星定位、陆地形变测量、应急疏散演习、海啸避难所、防波堤工程，每一项技术都是用无数人的生命换来的。我们无法阻止地震发生，但我们可以争取那10几分钟到几个小时的逃生窗口。最后说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细节，在1960年智利大地震发生后，一个位于海边的小渔村曾在地震中失去了几百人。半个世纪后的2010年2月27日，智利再一次发生规模 8.8 的大地震，这个村子又一次被海啸袭击，但这一次村里的居民全部存活了下来。为什么？因为自从1960年那场世纪灾难之后，这个村子代代相传一条规矩，地震一发生，立刻往远离海岸的高处跑，不要回头，不要看财产，不要管别人，只管跑。2010年那一夜，地震刚结束，村民们就立刻沿着预定路线往山上跑，2波巨浪将他们的家园完全冲毁，甚至把货柜箱掀到了汽车顶上，但村民们全部生还。后来他们集体搬到了地势较高的空地处重新生活。这就是一场世纪灾难留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知识、记忆、警觉以及代代相传的本能。2010年的那场智利地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对照组，同样是规模逼近9的超级地震，同样发生在环太平洋火环带上，但因为这次智利已经建立起预警系统，沿海居民也有了从1960年那场灾难传下来的避险知识，整体死亡人数从上次的5000多人降到了500人左右，这就是知识和准备的力量。可是即使是这样，当时的智利总统蜜雪儿·巴切莱特在地震后第一次露面时，竟然还对民众表示海啸不会造成大冲击。这个错误的判断让部分沿海居民没有及时撤离，结果在随后到来的海啸中丧生。从事后的分析中，原来是进行灾害评估的单位智利海军并没有提供总统正确的讯息。可见即使在现代化的今天，超级地震和海啸依然是极难精确预测的怪物。下一场规模 9.5 的超级地震会在哪里发生？没有人知道。可能是智利，可能是阿拉斯加，可能是日本南海海槽，可能是美国卡斯卡迪亚，可能是堪察加半岛，也可能是印尼苏门答腊。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每一个太平洋沿岸的居民都能像那个智利小渔村一样，在地震结束的那一刻立刻往高处跑。如果你居住在太平洋沿岸，请现在就花10分钟时间做几件事。第一，查看自己家里到最近的高地或避难所有多远，徒步需要多久。第二，准备一个简单的逃生包，里面放些饮用水、干粮、手电筒、急救包、重要证件影本。第三，与家人约定好，如果发生大地震，无论彼此分散在哪里，到哪个高处集合。第四，记住这个铁律，一旦发生强烈或长时间的地震，特别是长达1-2分钟以上的摇晃，立刻往高处跑，不要等海啸警报，不要回家拿东西，不要去看财产，不要救溺水的家畜或宠物，只管跑。海啸警报系统有时会失灵，但你自己的双脚和警觉心永远不会背叛你。地球这颗星球已经46亿岁了，比人类文明老了不知多少倍。在它漫长的生命里，类似1960年智利大地震这样的事件发生过成千上万次。我们只是这颗星球上短暂停留的过客。板块运动、火山喷发、海啸、地震，这些都是地球呼吸的方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了解它，敬畏它，并学会在它呼吸的时候找到一个安全的高处，
静静等待这口气呼完。或许当我们抬头仰望这颗蓝色星球的时候，应该记得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温顺的母亲，而是一个沉睡中随时可能苏醒的巨人。我们在它身上建立了文明，建立了城市，建立了港口和摩天大楼，但这一切在它一个翻身之间都可能化为乌有。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就是地球给人类的一次温和提醒，告诉我们谁才是这个星球上真正的主人。下一场土城海啸正在大洋深处等着我们，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做好准备。